人类可能第一次看见了暗物质，但问题是它并没有被望远镜拍成一张照片，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它在银河系里留下的一圈死亡余晖。2025年11月，东京大学的一位天体物理学家在重新分析费米伽马射线空间望远镜的旧数据时，发现了一个奇怪信号。这个信号来自银河系内部，它不是肉眼能看到的画面，而是一种高能伽马射线。最关键的是，它出现的位置、形状和能量特征都非常像一种暗物质候选粒子发生湮灭之后留下来的痕迹。如果这个判断最后成立，那将是人类第一次从现实意义上观测到暗物质留下的证据。那这道高能信号真的是暗物质吗？要讲清楚这件事，我们得先回到90年前。1933年，天文学家弗里茨·兹威基正在观测后发座星系团。在测量这些星系的运动速度时，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它们跑得太快了。有些星系之间的速度差超过每秒2000公里，这就很不正常。因为星系团可以理解成一群被引力拴在一起的星系，如果它们跑得太快，而星系团本身的质量又不够大，那这个星系团早就应该散架了。就像一群人手拉手转圈，如果转得太快，手上的力量不够，所有人都会被甩出去。后发座星系团的问题就在这里。兹威基根据星光估算了星系团里可见物质的质量，结果发现里面那些恒星和气体产生的引力远远不够把整个星系团拴住。想让这些星系不飞散出去，星系团里需要的总质量大约是可见质量的10倍。那剩下的质量在哪？望远镜看不到，星光里找不到，可它的引力又真实存在。于是他提出，星系团里一定藏着某种看不见的物质，它不发光，不容易被观测到，却像一套黑暗中的骨架，把这些星系固定在自己的轨道上。这就是暗物质最早的线索之一。从那以后，暗物质就成了宇宙学里最难缠的问题之一，因为人类理解宇宙最依赖的工具就是光，可暗物质偏偏不跟光打交道，它不发光，不反射光，也不吸收光，所以它就像一个没有外形的幽灵，可它又会通过引力影响周围那些能被我们看见的东西。所以天文学家只能用一种很绕的办法寻找它，看星系团怎么运动，看遥远天体的光经过大质量结构时怎样被引力弯曲。我们看不到暗物质本身，只能看它对别的东西造成了什么影响。今天最常被讨论的暗物质候选者里，有一种叫 WIMPs， 中文一般叫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这个名字听起来复杂，其实可以讲得很直白。它是一类质量比较大的粒子，但和普通物质的互动非常弱。它不会发光，也不会吸收光，它和其他粒子发生碰撞的概率也非常低。大多数时候，它就像穿过宇宙的幽灵，几乎不跟任何东西打招呼。这正好符合科学家对暗物质的期待，因为暗物质需要提供引力，同时它还得足够安静，不能像普通气体、尘埃或者恒星那样发光。如果 WIMPs 真的存在，它就可能是暗物质的真实身份之一。可问题也在这里，看不见摸不着，那你怎么抓住它？科学家想到了一种办法，看它消失的时候会不会留下痕迹，更准确地说，是看它会不会发生湮灭。在粒子物理里，很多粒子都有自己的反粒子。当一个粒子遇到自己的反粒子时，两者可能会互相抵消，发生湮灭。原本属于它们的质量会转化成能量释放出来。这种能量经常会以光子或者伽马射线的形式出现。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极其微观的死亡闪光。它们活着的时候很难被看见，可它们消失的时候可能会留下一道高能信号。这时候爱因斯坦那条著名公式就派上用场了， E 等于 mc 平方，质量和能量可以互相转化。粒子和反粒子的湮灭就是这个公式在微观世界里的直接体现。如果 WIMPs 就是暗物质粒子，并且它们能发生湮灭，那科学家理论上就有机会看到它们释放出来的伽马射线。重点在于，这些伽马射线的能量应该和原始粒子的质量有关。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宇宙某个地方看见一类特定能量的伽马射线，同时它出现的位置和分布
也符合暗物质的预期，那它就可能是暗物质留下的痕迹。但现实没这么简单，因为伽马射线并不是暗物质专属的，黑洞、超新星、中子星等天体也能产生。这就像案发现场留下了指纹，但如果现场到处都是指纹，你就必须先搞清楚哪一个才属于真正的嫌疑人。暗物质搜索也是一样，科学家不能只说我看见伽马射线了，所以它来自暗物质，这不够，他们必须先排除大量已知的天体物理来源，然后再看剩下的信号是否还符合暗物质模型。这就是户谷有则这项研究最关键的地方。他重新分析了费米伽马射线空间望远镜大约15年的观测数据。因为银河系本身很吵，恒星、气体、尘埃大量集中在银盘里，银河系中心还有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星，这些区域都会产生复杂的高能伽马射线背景。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扣除这些已知干扰，避开最亮最复杂的银河系中心和银盘，再去看剩下的信号。结果最奇怪的地方出现了，剩下的伽马射线并不是乱七八糟的分布，它呈现出一个类似晕的结构，像一个巨大的球状外壳包裹在银河系周围。这就很敏感，因为理论上暗物质本来就不应该像恒星一样挤在银盘里，它更可能形成一个巨大、稀薄、接近球形的暗物质晕，把整个银河系包起来。更关键的是，这个信号的能量峰值出现在20 GeV 附近，也就是约200亿电子伏特。这个能量范围刚好落在 WIMPs 暗物质粒子湮灭后可能产生伽马射线的区间里。所以这次发现真正让科学界紧张的地方，不只是看见了伽马射线，而是它的形状像暗物质晕，能量又像 WIMPs 湮灭信号。两个特征同时对上了。第一，形状像暗物质晕；第二，能量像 WIMPs 湮灭信号。如果这两个特征最后都经得住验证，那它就可能成为人类第一次直接看到暗物质粒子留下痕迹的证据。但现在还不能直接宣布暗物质被发现了，这里至少还有几个问题没解决。第一个问题， WIMPs 本身还只是理论候选粒子，科学家并不知道它准确的质量是多少，质量范围不确定，湮灭后应该产生什么样的能量信号也就没法完全锁死。第二个问题，这个信号可能有点太强了，如果它真来自 WIMPs 湮灭，那要产生这么强的信号，可能需要相当高的 WIMPs 密度。但根据目前对早期宇宙和粒子物理模型的理解，这个密度到底合不合理，还要继续检验。第三个问题，宇宙里还有很多普通天体物理过程也可能伪装成类似信号，比如没有完全扣除干净的脉冲星，比如银河系背景模型里的误差，比如某些还没确认的高能辐射源。所以科学界现在的态度很清楚，兴奋但谨慎，因为暗物质这个问题太大了。如果真的找到暗物质粒子，整个物理学都会被改写。这种级别的发现不能只靠一个漂亮信号就结案，必须经得住反复验证。那接下来怎么验证？最直接的办法之一就是去看别的地方有没有类似信号。如果 WIMPs 真的在银河系暗物质晕中发生湮灭，那在一些暗物质比例很高、普通天体干扰又比较少的矮星系里，也可能出现类似的伽马射线特征。这些矮星系就像天然的暗物质实验室，它们恒星少，背景干扰小。如果在那里也找到相似的20 GeV 伽马射线信号，暗物质解释就会更有说服力。如果找不到，科学家就必须重新考虑这次银河系信号的来源。所以现在的局面很像一场宇宙级侦查。费米望远镜在旧数据里发现了疑似线索，粒子物理学家要继续限制 WIMPs 可能的质量和相互作用，天文学家要继续排除其他伽马射线来源。新一代天文台也要开始接棒，其中一个重要名字就是维拉·鲁宾天文台。维拉·鲁宾这个名字本身就和暗物质历史紧紧连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他研究了大量漩涡星系里恒星的运动速度。按照可见物质产生的引力，星系外侧的恒星应该转得更慢，可观测结果显示它们转得依然很快。这说明星系外侧还有大量看不见的质量在提供额外引力。如今
以它名字命名的鲁宾天文台位于智利，它拥有非常强大的巡天能力，会不断扫描南半球天空，长期追踪宇宙里的变化。小行星、超新星、遥远星系、引力透镜、暗物质和暗能量相关线索都可能藏在这些数据里。鲁宾天文台未必能直接告诉我们 WIMPs 到底存不存在，但它可以帮助科学家更精确地绘制宇宙大尺度结构，更好地理解星系如何分布，更好地测量引力透镜效应。这些都会帮助人类从另一个方向逼近暗物质。因为暗物质从来不是单纯的粒子物理问题，它一头连着量子和粒子物理，一头连着宇宙学和广义相对论。它可能是一种微观粒子，却决定了宏观宇宙的样子。它可能几乎不和普通物质接触，却参与塑造了第一批恒星和星系。如果没有暗物质的引力，早期宇宙中的物质可能很难那么快聚集起来，星系不会以今天这样的方式形成，宇宙也不会长成现在这张大网。所以暗物质不是宇宙角落里的小问题，它影响了宇宙的过去，也会影响宇宙的未来。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真正抓住它。这也是为什么2025年这个20 GeV 伽马射线信号会让科学界如此敏感。它可能是几十年来暗物质观测搜索里最令人兴奋的新线索之一。它可能意味着人类已经在银河系里看见了 WIMPs 湮灭后的余光。它也可能说明我们对银河系高能辐射背景的理解还存在一个没有补上的漏洞。不管答案是哪一个，这件事都不小。90年前，茨威基看着后发座星系团里那些飞快运动的星系，意识到宇宙里一定藏着一部分看不见的质量。90多年后，人类又在银河系的伽马射线数据里看见了一圈奇怪的高能余光。这两件事隔着将近1个世纪，却指向同一个问题：宇宙中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现在，粒子加速器、地下实验室、智利的鲁宾天文台，还有太空中的费米望远镜，都在从不同方向追捕它。它可能是 WIMPs， 也可能不是，但人类很可能已经站在一场黑暗革命的门口，因为我们要寻找的不只是一种新粒子，更是宇宙为什么能长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底层答案。